这个眼睛长在脸上的女孩是一名心思缜密的犯罪侧写师，她有着超乎常人的超强记忆力，能精准地记住每位同事所办公的楼层。然而，作为叔叔被害案的唯一目击者，他却对警方表示完全不记得当时发生了什么。那么是案发时发生了意外，还是他故意在隐瞒什么呢？故事还要从10年前的雨夜讲起。尹一罗8点从学校离开，8点20分左右坐上了回家的147路公交车。到家时已经临近9点，他进了屋以后发现灯怎么按都没反应，刚想问问叔叔什么情况，脚下却感觉到踩到了什么东西。他捡起来一看，发现是张从未见过的拼图。当时一罗没有多想，又往前走了一步，而这次脚下传来了温热的感觉。虽然天色比较暗，但他清楚那是血。顺着地上的血看去，叔叔已经被人给杀害了。但是一罗目睹了亲人惨死，却一点也没表现出震惊或者害怕。很快，警方封锁了案发现场。法医初步断定叔叔是被一击刺中颈动脉导致的死亡，死亡时间约为晚上9点。此外，还有个不幸的消息，被害人曾是该片区的总督察，相当于现任所长的指导前辈。而这起案件是新人金汉全警员接手的第一宗杀人案。作为唯一的目击者兼被害人的侄女，一罗被带回警局配合调查。毕竟他记得的任何一点小事都有可能成为破案的关键。没想到一罗却表示，除了案发前他走路放学、坐公交车回家以及输入门禁密码之外，进了屋以后的事就全都不记得，哪怕是发生在1个小时之前。这点让金汉全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没过多久，他调查到一罗在6个月前买了3把杀害被害人同款的锥子，再结合没有入侵的痕迹以及尸体无反抗的迹象，推测为熟人作案。然而局长却强调没有作案的时间，但金汉全有着不同的看法。如果一罗没有走他所说的路线回家，而是抄近路的话，或许就有作案时间。金汉全争取到了审讯一罗的机会，挑明在凶器上只采集到了一罗的指纹，并且他和叔叔之间存在矛盾，最重要的是2人之间还有继承财产的问题。所以金汉全想知道是不是一罗杀的人。没想到对于逼问，一罗一口咬死他什么都不记得，然后对着所长大喊他都交代完了，想要回家。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再加上羁押的时间也快到了，所长没有办法，只能先行放人。一罗回到家以后，径直地躺在了叔叔被害的地方，试图感受叔叔死前遭遇了什么，但不知道是金汉全那番话的原因还是其他的什么。他隐约看到自己用锥子捅死了叔叔的一幕，并诡异地回头看向某处，紧接着拼图再次出现在他手中。他立刻返回警局，将拼图交给金汉全，说这是他在案发当晚捡到的，也许是嫌犯故意留下的线索。时间一晃来到10年后，如今的一罗成为了一名犯罪侧写师。他性格古怪，沉迷蹦极，别人偶尔体验一次，他却一口气跳几10次。他喜欢玩蹦极，体验濒死的感觉，玩过之后还会来看心理医生，因为这10年期间，他总会梦到叔叔死亡时的那天晚上。梦中的他在输入玄关密码后踩到这片拼图，突然见灯光闪烁，然后自己走了进去，然后就看到叔叔倒在地上，之后就没了。一罗认为这中间一定发生了什么重要事。心理医生说一罗的情感正在退化，因为他每年这个时间段都会疯狂地玩蹦极，而更多的表现则是一罗觉得与人相处很困难。他总说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脑袋会是一片空白，但一回到家他就会一一想起自己怎么会那么做。一罗很害怕，不想回到那间大房子里。今天是一罗叔叔去世的10周年，金汉全找到一罗当年的室友，因为他恰巧选择今天回国。根据室友描述，一罗在案发当晚曾说室友是他的不在场证明。一罗有着强大的记忆力，能精准地记住每位同事所办公的楼层，就连女同事的妆容发生了变化，他也能准确无误地说出。但同时他的记忆又时常健忘，私人物品总是丢三落四。这天，一罗接到通知来到案发现场，死者是家中的老幺，家中只采集到父母和亲哥哥的指纹，但由于没有证据能证明嫌犯嫌疑，搜查组很头痛。一罗打开平板电脑，通过照片直接认定嫌犯是熟人。现场的环境表示死者妈妈很爱干净，应该很讨厌有外人来家里。墙上的奖状表示，身亡的被害人比他的哥哥优秀，哥哥会将自己所有的东西都贴上姓名标签。从笔记及字体大小来看，哥哥非常自卑懦弱，他想主张对自己东西的所有权。根据最初发现人哥哥的证词，他打开玄关脱下鞋子，直接去了弟弟房间，接着发现弟弟被刀刺伤，他先打电话告诉爸妈，紧接着就报了警。一开始哥哥称呼被害人的名字，后来突然改口为弟弟，还婉转地把刀说成锐利的东西。在同一段话里，平白无故更改称呼的状况很少见。之所以他要改口，一罗认为他的潜意识里想和被害人保持距离。哥哥对案件的描述很简单，对爸妈的反应却加了比喻和副词，描述得很详细。这说明比起遇害的弟弟，他更在乎爸妈的反应。通过以上推测，一罗认为杀人凶手是哥哥。为验证推测，一罗与哥哥展开记忆交换式对话。第一轮哥哥无异样，但重复第2遍时明显慌乱且前后不一致，最终他崩溃才承认自己就是杀人者。随着一罗案件破获，金汉全的疑心也愈发加重，他始终觉得哪里不对。一罗继承了庞大遗产，却选择成为警察，这不合常理。于是他亲自走了一遍案发当天的路线。如果按照当年一罗的证词，8点钟还没放学他就找借口离开学校的话，
从校门步行5分钟便会来到公交站，然后等了3分钟坐上了147路公交车。依照当时的监控来看，公交车途经5站只有他一个人，历时32分钟行驶到家附近的公交站。走路回家的途中有个岔路口，如果走右边大概需要20分钟，但走左边的话能节省8分钟。那条路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者，时间计算精准的话完全有足够的作案时间。抵达一罗家时，没一会金汉全就看到了同事，因为一罗家的保姆报案称家门口有个鬼鬼祟祟之人。不久后一罗回了家，刚好遇上倒垃圾的保姆，这时一位快递员递来一个包裹，里面装着的竟然是一块拼图碎片。他立刻跑回房间，从盒子里取出当年的那一块拼图，2片完美拼合。一罗脸色大变，立刻拨通了金汉全的电话。他虽然是一名记忆力惊人的犯罪侧写师，但每当凶案即将发生之际，他的记忆便会出现短暂空白。一罗收到神秘的拼图碎片后，这引起了他的强烈警觉，他决定将此事告知金汉全，却在赶到金汉全母亲家中时，发现对方根本不在。正当他准备离开，却突然想不起自己把车停在哪。他拿出车钥匙四处寻找，却误打误撞发现了一辆颜色与自己爱车相同的轿车。直觉告诉他这辆车不对劲，他走近一看，竟发现一名女子惨死于车内，同时车内播放着安东尼·德沃夏克的斯拉夫舞曲。死者颈部有明显的血痕，鼻腔与眼部也渗出血迹。一罗迅速拨打了报警电话，车辆的行车记录仪被拔除，车内并无打斗或盗窃痕迹，初步排除了图财杀人的可能。与此同时，一罗来到快递站点，那块神秘拼图时隔10年再次出现，他意识到这与当年叔叔死亡现场发现的拼图来自同一个人之手，但为什么要寄这个拼图给他就不得而知了。一罗刚回警局，金汉全便紧随其后找上门，他怀疑一罗与案件有关，因为10年前和今天，一罗都是第一目击者，这样的巧合让他难以信服。尽管如此，一罗确实拥有不在场证明，因为金汉全的母亲可以作证，一罗确实到家中找过他。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一罗拿出2块拼图，当着金汉全的面将它们拼合，并说这是一起连环杀人案，但这并未打消金汉全对他的怀疑。네가죽여놓고선나한테전화한거아니야？마음대로생각하든가。凶手的反侦查能力极强，精准避开了所有监控，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由于调查受阻，金汉全决定从一罗入手。他找到一罗的主治医生，试图探寻一罗是否提起过有关拼图的事，然而医生却以隐私为由拒绝透露。接着，金汉全前往死者经营的酒吧，从店员口中得知，死者案发当天曾与一名男子会面。根据通话记录，金汉全拨打了死者最后的通话人，却惊讶地发现，那人竟是自己所在警局的局长。原来不止局长频繁光顾酒吧，连组长和其他警员也尝试坐上宾。案发当天，局长曾2度致电死者，一次预定包厢，一次则未取消。然而金汉全并不相信局长的说辞，既然预定了包厢，就说明原本计划与人见面。面对质疑，局长开始施压拒绝回答，但金汉全并未因此退让。他调查发现，案发当天有一瓶以局长名义寄存的威士忌。진술서입니다.작성부탁드리겠습니다. 而后金汉全再次询问店员，从他口中得知局长确实没取威士忌，是熟人之间约定好共享的。至于与死者最后会面的男子，身材健硕，也是一名警察。就在金汉全询问店员的同时，一罗主动约见局长，直截了当地质问死者与他叔叔的关系。局长声称毫不知情，一罗却冷不丁说出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아저씨가 죽였어요? 야 임마. 반주는 3장까지만 하세요. 回到家中，一罗开始在画板上还原拼图图案。拼图中的人物是女性，而死者也是女性，暗示拼图中隐藏着死者传达的重要信息。第2天新闻报道了死者的案件，也曝光了警方常去酒吧的传闻。同僚们纷纷投来异样目光，认为金汉全疑心太重，连自己人都不信任。局长走到众人面前，对于新闻播报的内容他尤为震怒，当即下令要金汉全在本周内破案。就在此时，店员突然来电，说起了与死者最后谈话客人的身份，他就是广搜队的队长。案发当天，他曾饮用局长寄存的威士忌。金汉全迅速找到此人，可对方却坚称自己很早就离开了，并未提供实质线索。而此时，警局内一名女警神色凝重，她回忆起案发当晚曾看到死者的汽车闯红灯，但由于当时有其他事并未追赶。她给金汉全打了电话，本想将这件事说出，但转念一想又放弃了。当天夜里，一罗回到家，保姆见他进门后匆匆离开，屋内响起的收音机正播放着那首熟悉的斯拉夫舞曲。刹那间，一罗丢失的记忆如同被触发，他仿佛回到叔叔死亡的那个夜晚。模糊中，他看到一名神秘人正站在黑暗中默默地盯着他。他明明是2宗命案的头号嫌疑人，但上级却命令配合重案组调查，结果还真被他找到了蛛丝马迹。原来一罗目睹亲叔叔被害后的莫名失忆，是他明知道凶手在身后却不敢回头做出的心理防御机制。待克服了创伤应激障碍后，他就被上级指派到了重案组，加入到李美英死亡案的调查中。然而金汉全警员特别不能理解，怀疑他另有什么目的。尹一罗坦白，他确定局长、广搜队队长和李美英跟他10年前死去的叔叔有关联，因为他想起了失去的记忆。时隔这么久，
金汉权充分怀疑他想要转移目标。总之，二人的谈话最终以不欢而散结束。下午，重案组整合了李美英死亡案的证据。梁队长了解到凶手只拿走了小区的门禁卡，想必被害人的家里有什么东西必须要拿走。另一个同事查到，他在搜集停车场行车记录仪录像的时候，有位热心市民透露，案发时李美英停的是他的车位，前不久只要他停自己的车位就会被人刺穿轮胎或者刮伤车子，再加上是监控死角找不到是谁干的，所以后来热心市民就停到别处去了。也就是说，凶手从很久以前就开始谋划杀人了。下午，金汉权再次来到公寓的监控室，并开始逐帧分析李美英驶进地下停车场的影像。通过调整画面亮度，才发现他从一开始就被凶手勒住了脖子，而李美英从酒吧到地下停车场始终没有下过车，只经过一处没有监控的地方。金汉权有些不明白，如果在这上了车，那为什么要等到停在停车场才动手呢？很快，这个疑问就被一罗解开了。他侧写凶手是个完美主义者，先确定好作案的地点，然后才开始行动。而那个完美的地方就是这个停车场。试想一下，如果凶手挟持李美英的话，会躲在哪里？没错，是他的车里，一个没有监控的地方。等受害人上车后，凶手没有立即动手，而是等了整整35分钟，直到抵达车库。拼图里有个女人在讲悄悄话，在这35分钟里，凶手到底和李美英说了什么？答案到底重要吗？实际上，这个问题一罗已经想了无数次，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了最有效的袭击，而且凶手摸透了李美英的日常生活。为什么偏偏是他？而他又与死去的叔叔存在哪些共同点呢？次日一早传来一个好消息，广搜队在车里发现了一枚残缺的指纹，梁队长已经派人送去加急分析了。与此同时，一罗的犯罪侧写报告也写出来了，他断定凶手的知识水平相当高，不仅心思缜密，甚至还有接近完美的自控能力，与10年前叔叔的案件极其相似，所以断定为连环杀人案。然而同事们听后都觉得很扯，暂且不提两宗案件相隔10年，就连推定的共同点都没有。一罗表示共同点是拼图，虽然两幅图的画风不同，但最近收到的和10年前家里捡到的所用的材质一模一样。此外，2起案件都是在被害人的私人空间以及独处的时候发生的。犯人在事前选定被害人，且为了寻找没有监控的犯案地点，长时间的跟踪与观察被害人，特别有耐心地寻找合适的作案时间，并且以最少的攻击，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杀人。这表示犯人杀人并不是只追求快乐，也有可能犯人对被害人有深仇大恨。综上所述，2起看似不关联的命案大概率是连环杀人案，而拼图便是最后的点缀。下午，一罗和金汉权一起来到了李美英父母的住处，然而看情况应该很久都没人住。紧接着，二人在邻居的口中得知，李爸早在2个月前就因老年痴呆住进了疗养院，于是他俩又马不停蹄地来到了疗养院。一罗假扮成高中时期的李美英，在李爸的口中得知了关键的线索。虽然他不记得女儿认不认识一罗的叔叔，但却记得女儿领回来的那个男友，当然名字已经记不得。不过老人不断地重复那人的面相不好。与此同时，金汉权见了送李爸去疗养院的堂弟，堂弟表示侄女在母亲死后就离家出走了，离开的7年后突然回来，好像变了一个人，还带回来一个男友，听说是个生意人，但由于面相不好，堂哥一直不同意二人交往。이름 기억하시나요? 하도 오래됐어. 잘 모르겠네. 夜里，一罗和金汉权在李家的老宅的抽屉里找到了那个男友的照片。第二天一早，金汉权把照片发给了酒保，询问他认不认识。酒保仔细看过以后，表示酒吧开业后这人来过，当时不仅点了非常贵的酒，还表示认识李美英。然而几天后再来，态度却发生了180度的改变，嚷嚷这间店是他给钱才开起来的。原本酒保想要报警来着，意外的是李美英却不让，而这个男友给过酒保一张名片，名字叫做江之木。与此同时，指纹的比对结果出来，正是1975年出生的江之木。然而警方对其进行抓捕的时候，这人已经消失不见了。画面一转，连环杀人案还没破，又添水库分尸案。原来李美英案的犯罪嫌疑人江之木1天前来到过一家酒店，然而镜头一转，一个人就被残忍地分了尸。紧接着，凶手拉着一个红色的行李箱离开了酒店，最终将行李箱沉到了某个湖里。另一边，警方开始全力通缉江之木，当天下午便根据定位找到了他名下的车子。可依照附近的监控显示，那小子半夜把车停到服务区之后就去了卫生间，直至第2天早晨都没见回来。据金汉权实地了解，服务区的后面是一座山，为了防止滑坡，中间建了一道5米高的墙。他好奇人到底能不能爬上去，于是便亲自做了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试验。结果金汉权用尽全身的力气，还真被他给爬上去了，但是手掌处留下了明显的擦伤。广搜队对汽车进行了取证，他们发现车内不仅没有行车记录仪，也没有电子收费记录。梁队长觉得江之木一定是畏罪潜逃了。就在这个时候，同事在后备箱里发现了几卷绳子，似乎更加证实了他杀害李美英的事实。另外一边，同事查到江之木驾车曾在某个水库边停留超过3个小时，最后2点29分才停到调查的服务区。梁队长和金汉权立即来到水库边，此时技术部刚好发来江之木信用卡的明细，最后使用的地点刚好就是水库边的 Y 酒店。Y 酒店是出了名的不正当约会的场所。前台查询到，
江之木昨晚用软件预定了一个房间，但没过多久就退房了。金汉全查到那个房间的时候，恰好保洁还没开始收拾，但他敏锐地发现垃圾桶里什么都没有，同时卫生间里传来一股刺鼻的味道，于是他就蹲在地上仔细地观察，最终在洗手台的下方看到了几个凝结不久的血点。很快广搜队就在卫生间里做了血液反应测试，结果地上和墙上全是蓝色的荧光。同事们纷纷推测江之木不仅杀害了李美英，还分尸了其他人。可尸块去哪里了呢？因为是不正当的约会圣地，所以 Y 酒店只保留1天的监控视频。但凌晨2点有房客看到一个穿红色裤子的人拎着一个红色的行李箱离开，这身行头恰好与江之木穿的一模一样。金汉全在四处走访的时候，发现一串奇怪的痕迹直通湖边的小船，于是便汇报上级调了打捞队支援。与此同时，一罗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想，也来到了 Y 酒店的房间。他断定江之木应该是个情绪不稳定且容易暴躁的人，进屋以后必定发生争执才对。然而无论是地板还是屋内的陈列都没有刮痕或者凹陷，更别提打斗过的痕迹了。难道说这小子事先有所准备，拿着电击棒之类的东西突然袭击了被害人？但一罗很快就否定了这个猜想，因为以江之木鲁莽的性格绝对不会准备这种东西。另一边，湖里打捞上来一个红色的行李箱，金汉全打开一看都愣住了，里面装的竟然是尸块，但奇怪的是没有头和四肢，很难确定死者的身份。就在这时，一罗来到跟前，斩钉截铁地强调杀害李美英的不是江之木，并提议用江之木的 DNA 与尸块做的对比，兴许有意外收获也不一定。当天晚上结果就出来了，证实无头尸块的 DNA 与江之木的一致，也就是说凶手另有其人。同时梁队长提醒，单凭指纹就断定江之木杀了李美英，这个观点现在行不通了。隔天警方审讯了江之木的妻子，这人对于先生的死显得特别伤心。然而当一罗观看审讯视频时察觉到了不对劲，金汉全询问认不认识李美英，妻子想都没想就回答不认识。下午一罗亲自拜访了妻子，直截了当地询问什么时候认识的李美英。妻子虽然有些意外，但还是如实地告诉给了一罗，江之木曾对他埋怨送给李美英的房子很值钱，导致他一直都很后悔。那是妻子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此外他有些好奇，是怎么知道他认识李美英。 그런 걸 아는 게 제 일이에요. 프로파일러니까. 또? 뭐가 보여요? 一罗侧写出妻子做什么都喜欢一个人，想必跟丈夫是分床睡的。妻子解释讨厌别人在她旁边呼吸，所以一结婚便分床睡了。她很想知道一罗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属于自己的房间。 집에 잘 살았어요. 부모님 두 분 다 의사셨거든요. 妻子听后表示很羡慕一罗，没想到一罗判断出他曾经失去过什么人，被警察调查完全不紧张，对于死亡这件事也很熟悉。妻子坦白，他13岁时家中突发大火，奶奶和姐姐全都被烧死了。隔天他们本来打算搬到新家，即便那个家没有他的房间。听到这一罗觉得差不多了，道了别便离开了妻子的住处，回到侧写师部门和同事们来了一场侧写。他以杀害江之木凶手的身份回答其他侧写师的提问。 왜 지고 싶었는데? 그렇게 살아왔어. 이번이 처음이 아니겠네. 맞아. 另一边，金汉全查到了关键性的线索。案发当晚，代驾小哥嫌弃江之木的态度不好，偷偷拍下了他的视频，故意停在住处车库门口，打算他一开车就报警了。这段证词恰好与妻子的截然不同。夜里，一罗找到了金汉全，挑明他去见过江之木的妻子。那人提到奶奶和姐姐死亡时一点都不悲伤，反倒是说没有他的房间时露出了愤怒的表情，并且全程没有问过关于丈夫死亡案调查的进度。 답을 알고 있으니까. 그래서 유가족으로서 일반적인 반응이 안 나오는 거야. 次日，警方再次提审了妻子。虽然这次他依旧表示什么都不知道，但金汉全得到了一个关键性的线索：妻子除了江之木，还有3、4个情人，其中这位网球教练就是其中之一。金汉全注意到这人的手掌贴满了创可贴，恰好与他上次爬5米高墙留下的位置相吻合，一下就反应过来此人是共犯。原来教练和妻子是发小，1年前在网球俱乐部再次重逢，当然2人的绯闻闹得人尽皆知。然而1个月前却突然不联系。梁队长判断，无论是谋财还是情杀都有充分的动机，但苦于手上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这时一罗提醒，必须让2人的关系出现裂痕才行，否则杀人这种事谁都不会轻易说出口。相较于出谋划策的妻子来说，教练会不会更脆弱，更容易攻破呢？金汉全立即分开提审了2人，对教练挑明当年妻子家的大火不是意外，纵火犯至今没有抓到，毕竟没人怀疑一个13岁失去亲人的孩子。不过当时有个15岁的孩子怀疑过，那就是隔壁邻居家的男孩，结果他却离奇失踪了。金汉全强调妻子就在隔壁，他坦白人是教练杀的。实际上隔壁妻子和一罗聊得特别开心，完全没涉及到案件的事。最终教练担心下场和妻子的奶奶姐姐一样，承认了与情人犯罪的事实。紧接着便在酒店的后山上找到了头颅和4肢。本以为分尸案顺利的结束了，没想到一罗回到家却再次收到了连环杀手寄来的拼图包裹，而这次的图案恰好和江之木被肢解的地方吻合。那么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呢？然而不同上2次的是，这次是在分尸案案发后才出现的，并且图上的切割点与江之木被分尸的切点全部吻合。
一罗被突如其来的讯息弄得有些不自信，杀害江之木的明明是他的妻子，连环杀手为什么会记拼图？还有这些切点为什么一处都不差？凶手是怎么知道的？怀揣着满脑子的疑问，第二天一大早，他便向侧写科的组长请教。首先，新闻没有爆出江之木分尸案的细节；其次，根据拼图上的线，不难判断是很久以前画上去。组长猜测，难道江之木一开始就是凶手的目标？而一罗关心的是凶手为什么没亲自杀人呢？不过有一点可以确定，拼图里的人物全是连环杀人案的被害人。为了解开心中的疑惑，一罗探望了监狱中的妻子，询问对方见没见过第3张拼图。 처음 보는데요, 이런 건. 제가 자르는 곳이랑 정확히 일치하긴 하네요. 一罗让妻子好好想想，作案的过程中有没有被人跟踪过。被他这么一提醒，妻子还真想起来一件事：他跟网球教练抛尸的时候，感觉到身后有个人正在盯着他。此外，妻子心中有个疑惑：警方是怎么找到行李箱的？ 저수지 초입에 친절하게 박해 자국 나 있던데요? 妻子百思不得其解，因为行李箱是他和网球教练一起抬过去的，按理说不可能留下痕迹，这让一罗陷入沉思。与此同时，某工厂内发生一起命案，老崔和3名工友一起喝酒，结果只有他中毒而死。经过警方的调查，发现这3个人都有作案的动机。老李欠老崔300万韩元，老刘中途有事没有留下喝酒，而老朴出去买酒用了34分钟，这一下就把重案组给难住了。究竟谁才是真正投毒的凶手？另一边，一罗有着同样的疑惑。经过组长的提醒，他瞬间恍然大悟，凶手有可能伪造了现场。当天晚上，一罗就跟金汉全回到了公寓，让他分别以3位工友的身份进行侧写。首先，老李虽然欠老崔300万韩元，但他之前还了700万韩元，没必要因为一点尾款杀人。其次是没喝酒的老刘，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妻管严，一点小事都要请示老婆，所以没有胆量做下毒的勾当。最后是买酒的老朴，花了34分钟，看起来嫌疑最大，实际上他是去看了同个厂的亲人，也就是说这3人都不是凶手。原来1年前老崔把儿子带到厂里打工，凑巧那天他临时有事需要外出，就把小崔交给了3个工友。然而这3人旷工跑到宿舍喝大酒，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小崔的胳膊被卷进了机器里。可在这样性命攸关的时候，老朴竟然拦着其他2人打急救电话，非要先联系老板处理，因为上次同样的情况没通知他，他很生气。然而老板的电话始终无人接听，因此小崔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间，最终不幸的死在了前往医院的路上。而3个工友却觉得都是意外导致的。老崔虽然一生都非常的和善，但他恨透了一起工作了15年的工友们，于是便设计自杀来嫁祸给他们，目的是为了让这3人狗咬狗，他自己喝下有毒的烧酒，没过一会毒素就遍布了全身。然而老崔一声都没有叫出口，可见他有多么的狠。经历了这个案子，一罗想明白一件事：连环杀人犯就在他的身边。此外，死去的叔叔李美印和江志木会不会像老崔案一样，不是被害者，而是某个案件的施害者？拼图虽然目前是3块，但也可能是6块或9块，亦或许只是冰山一角，也不一定。一罗终于查到下排3人被害者的关联了，他们仨全都是同一栋房子的房主。原来一罗受到老崔自杀案的启发，金汉全开始帮着他找3名被害人犯过什么事。然而10年前死去的叔叔李美印和江志木都没有前科。一罗分析，虽然叔叔不认识李美印，但李美印却牵扯出了江志木，或许江志木会牵扯出下一个死者。果然在这人的通话记录里发现一个叫都润秀的人，江志木生前连着给他打了3通电话。都润秀是 DH 建筑集团的董事长。镜头一转，一罗来到了他的办公室，询问认不认识江志木。其实从这人的表情中，一罗已经知晓了答案，但都润秀却坚称没见过。总之无论他问什么就是不肯配合，并且态度非常差。一罗只好给都润秀讲了个故事。从前有个出租车司机，由于杀了乘客被警方逮捕了。杀人动机很简单，因为乘客没有礼貌，所以司机拿着榔头敲了对方的脑袋。一罗就告诉他，下次不要这样了，崩的全身都是血，留下痕迹才会被抓到。其实有个好办法，比如利用尖锐的针类物品在对方的后脑狠狠地刺下去，1号颈椎往上一点，不仅很难被人发现，还会立即致人死亡。如果他是凶手，一定会这样做。这把都润秀气的直接把一罗轰出了办公室。与此同时，金汉全探视了江志木的妻子，想知道她的丈夫认不认识都润秀。妻子记得丈夫本想邀请这人来当主婚人的，但是被对方拒绝了。虽然不清楚2人是怎么认识的，但江志木透露过2人一起辉煌过。妻子突然问金汉全有没有杀过人，但得知对方没有后，居然觉得他很没意思，希望下次警方问话的时候能派一罗过来，因为他们2个很像。当天夜里，金汉全和一罗互相交换了情报。就在这个时候，警局的同事打来电话，都润秀死在了办公室。胖同事猜测该不会是因为公司股价暴跌导致心梗死的吧？毕竟网上疯传他公司的项目1周前死了人。队长把金汉全叫到了走廊，透露 DH 公司所在的30楼的监控都被人删除了。与此同时，一罗检查了都润秀的尸体，发现这人的第6节脊椎处有明显的针孔，就仿佛凶手担心警方看不到一样。第2天一大早，一罗和金汉全等尸检报告的时候，连环凶手寄来了第4张拼图。这次的图案画的是一个小丑，也就是说都润秀是凶手杀的第4个人。
此时尸检报告已经出来了，法医断定是胰岛素注射过量导致的低血糖休克死亡。值得一提的是，剂量是普通糖尿病患者10倍还不止。夜里，一罗盯着4块拼图发起了呆，忽然他注意到拼图的背景不仅有棉花糖和孩子们嬉闹，还有类似摩天轮的东西。他怀疑凶手把被害人画在了游乐场里，于是便在网站上检索相似的游乐场。经过长时间的比对和排查，终于锁定了一个叫梦幻的游乐场。镜头一转，一罗根据地址来到了梦幻。据这里的管理员透露，游乐场月底就要停业了，从开始到现在已经经营了33年了。在这33年里，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意外导致人员伤亡，但值得一提的是，偶尔因为游客太多导致孩子走失。另外一边，由于搭档是第一个到达都润秀被害现场的，所以需要他陪着去确定一些。就在金汉全询问秘书他们老板遗物中有没有奇怪东西的时候，搭档突然发现证物里少了一条手帕。然而秘书听后却表示，他们老板从来不用那种东西。为了证明没有说谎，搭档特地指认了现场。金汉全想知道在他之后还有谁来过，胖同事、瘦同事、梁队长、广搜队和一罗都来过。金汉全在警方的证物库没有找到搭档所说的手帕，紧接着又调取了案发当晚的取证视频，依旧没有看到所谓的手帕。他猛地意识到警局里有内鬼，那么是瘦同事还是胖同事呢？亦或者是看上去刚正不阿的队长？最终金汉全选择相信队长，把丢失物证的事告诉了他。队长的态度是暂时保密，静观其变。当天夜里，一罗把金汉全约到了李美印的豪华公寓里，表示他查到了都润秀、李美印和江之木的共通点。独一之城5802室最后一任房主是李美印，在他上一任的房主是江之木，江之木的上一任正是都润秀。那么3人的死是否真的和这间公寓有关？这间公寓曾经又发生过怎样的事呢？韩剧血迷拼图最烧脑的一集来了，稍微漏掉一句话可能就推理不出真凶是谁。目前一罗了解到被人勒死的李美印和遭人分尸的江之木，以及伪装成自杀的地产大亨都润秀，也就是拼图连环杀人案的下3张被害者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是豪宅独一之城5802的业主。同时金汉全查到的奇怪的地方，第一任房主都润秀过户给江之木，江之木又过户给李美印，仅仅过了3个月的时间，仿佛商量好的一样。会不会3人真的共同参与了某个犯罪，而犯罪的报酬就是独一之城5802室呢？那一罗就有些不明白了。就算推测是对的，那跟第一起被害人也就是他的叔叔有什么关系？ 그 접점이 아마 한강서일 거야. 因为当年一罗的叔叔是汉阳派出所所长，所以金汉全猜测叔叔在职期间替3人隐瞒了关于独一之城的某个案件。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叔叔真的那么做了，最终得到了什么好处呢？带着这样的疑问，一罗重新开始了侧写。都润秀的拼图是一个小丑，他把孩子们堆好的沙堡踩在脚下，而江之木的拼图上带着臂章，正在和一群人跳舞。李美英的拼图比较抽象，仿佛在和某人说着悄悄话。最后是叔叔的拼图，他拿着手枪射向了人形娃娃。一罗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拼图上的话会不会对应了某个罪行？金汉全表示光靠猜也没用，不如先从叔叔开始调查。于是第2天他就约了前局长见面，打听起了叔叔的为人。据前局长透露，那人是当时最年轻有为的局长，不仅能力很强，还很有风范。至于说是辞退，不如说是被逼让位。当时辖区内乱得很，每逢下雨就会有人被害，死者脸上还被套上了丝袜，直至有3个女学生死亡，警方才调查到是同一人所为。这桩连环杀人案闹得沸沸扬扬，尹叔叔受舆论所迫，不得已辞了职。下午，金汉全和一罗来到资料室，他们翻到一起被害人亲属起诉《明城日报》的案件。这起案件在叔叔任职的警局内3个月，结果已无嫌疑结案。提告人正是连环杀人案最后一位被害人的弟弟，想必叔叔就是为了掩盖这件事才被辞职的。确定了调查方向后，2人立即找到了提告的那位弟弟。然而他们却得到了一个震惊的消息，这起案件中死亡的并不是叔叔，而是写报道的那个李姓记者，并且最终是以自杀结案的。返回市区的路上，一罗总觉得李记者的自杀有些可疑，当然金汉全也有同样的想法。于是他利用关系在其他辖区前辈的手上弄到了案件卷宗。当2人翻阅卷宗的时候，心思缜密的一罗意外发现，李记者自杀前不仅多次联系一个叫武哲进的人，并且案发现场的床头上摆着一张拼图，也就是说叔叔并不是拼图连环杀人案的第一个被害者。第2天一大早，金汉全就将掌握到的所有线索全都告诉给了梁组长。没想到梁组长听后的反应却是强调不要太相信尹一罗了，如果想知道其中的缘由，最好最直接的办法就是问问对方。不过他并没有放在心上。镜头一转，金汉全约见了负责李记者死亡案的前辈。前辈依稀记得在案发现场确实发现过一张拼图，当时他问过被害者的家属，家属明确表示不是他们放的，上面的图案是一个男人拿着个相机，眼睛被类似线一样的东西缝了起来。此外，前辈还透露，最了解此案的正是梁组长，当年梁组长调查了一段时间才送到他的手上，他也是按照上级的指示以自杀结案而已。紧接着金汉全把梁组长叫了出来，质问为什么明知道拼图连环杀人案第一起被害人却不告诉他。没想到梁组长却爆出个大瓜，李记者死在木洞公寓212室，案发当时楼上的314室
就坐着他的儿子和尹一罗。当时是寒假，有几个学生晚上9点在那非法补课。据监控显示，凌晨12点05分，所有孩子都走了，偏偏没有一罗离开的画面。也就是说，李记者死亡时，一罗没有不在场证明。然而尹叔叔作为当时的局长，阻拦他继续调查。没想到8个月后，尹叔叔就死了。这便是梁组长为什么不愿透露的原因。毕竟到现在他还怀疑一罗。然而在一罗的视角里，他8点55分来到补习老师家楼下，上楼的时候看到了李记者，而这便是2人最后一次见面。由于补习内容太过枯燥，再加上他根本学不进去，于是在11点的时候，一个人偷偷的溜到顶楼天台散心。好巧不巧，他看到了一个神秘人，鬼鬼祟祟的从公寓的正门走了进来。晚上，一罗再次想起了通话记录上的武哲静，于是第二天一早给金汉全留了条短信，便独自一个人来到釜山见了那个人。然而晚上，当金汉全再次打给一罗时，却是釜山区派出所的警员接的，因为他涉嫌杀了人，而死掉的那个正是他调查的武哲静。韩剧血迷拼图的真凶即将揭晓。武哲静死亡后，侧写师尹一罗被当成现行犯抓进了辖区的派出所。然而对于警员的审讯，他不仅不为自己辩解，甚至还什么都不肯透露。直至金汉全所属的汉阳警方到后，才不慌不忙地拿出新收到的拼图。原来这一切都在一罗的计划之内。真凶不仅知道他的一举一动，还能轻易地寄给他拼图。与其被对方牵着鼻子想方设法找出拼图与被害人之间的关联，不如反过来利用凶手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套路他的想法，顺水推舟看看对方的真实面目。毕竟依照拼图的数量来看，真凶不想他那么快被捕。也就是说，这次来釜山探望一罗的人中，就隐藏着真正的凶手，其中包括金汉全、汉阳派出所选局长、重案组组长梁正户，以及他的2位心理咨询师李胜珠医生和黄仁灿医生。但很快一罗就排除了李胜珠医生的嫌疑，毕竟他来这家医院都是主动的，并且还是警局指定合作方。但一罗始终没有见到黄仁灿医生的面。与此同时，金汉全调查到尹叔叔死亡时，梁组长任职隔壁辖区，案发当天他约了同事们喝酒，可中途老是找借口开溜，回来的时候全身湿漉漉的。巧合的是，这家酒馆刚好就在一罗回家的那条岔路口上，也就是说，梁组长如果抄近路的话，绝对有作案时间。至此，金汉全整合了所有的线索。李记者死亡案时，梁组长负责的。尹叔叔案发当时，他刚好没有不在场证明，不仅事先认识李美英，还偷走门禁卡扰乱调查的方向，甚至在都润秀死亡案中，明知道与江之木有联系，却明目张胆的置之不理。 그러면 오철지는? 사건 당일날 형이 제주도에 있었다는 것부터 확인을 해봐야겠지. 一罗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武哲静亲口承认独一之城是他盖的。下午，金汉全查询了航班记录，武哲静身亡当天梁组长就在釜山，不过这些都是间接证据，无法申请逮捕令。于是他请来了侧写组的组长，对同事进行了催眠，辅助他回忆起到底是谁拿走都润秀的手帕。经过几人的不懈努力，同事终于记起拿走手帕的不是别人，正是大家所怀疑的重案组组长梁正户。然而就在金汉全想要逮捕他时，梁组长竟然抢先一步掏出手帕自首了。 나다. 내가 다 죽였다. 虽然金汉全不相信这是真的，但他还是先把梁组长给铐了起来。后续的审讯异常的顺利，梁组长承认所有人都是他杀的。然而关键的犯罪动机，他却表示把新闻部的人找来，他就立马公开。这句话让一罗感觉到了不对劲，但又说不上来是哪里出的问题，于是便主动提审了梁正户，询问叔叔被害那天为什么早就知道他会出现呢？ 계획에 없었던 일입니다. 유감입니다. 但是当一罗问他当时躲在自己身后有什么目的时，他脸上细微的表情被一罗读懂了。很明显，梁组长并不知道凶手就在现场，也就是说梁正户不是真凶。警方查到梁正户5岁时父母相继离世，后来被一所孤儿院收养，直至在内长到18岁成年。这人目前把住处提供给了那些和他身世差不多的孩子，据不完全统计，还在联系的有20人左右。至此，金汉全大概推测出梁组长应该是想保护某个人才主动扛下的罪责，于是便拿他资助过的孤儿名单逼问凶手是不是就在这些人当中。然而梁正户却不断的重复人是他杀的，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只要新闻部的人一到，他就会把杀人动机全盘托出。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再加上大量的不在场证明，所以光靠犯人的自白无法结案。警方便在24小时后释放了梁正户，但金汉全留了个心眼，他让同事死死地盯着梁组长的一举一动，随时汇报。让人意外的是，第2天一大早，梁正户在明知道有人跟踪的情况下，依旧驾车前往了红川的方向。金汉全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赶了过去。咱们话分两头，当同事跟踪梁正户时，突然被远处传来的枪声吸引了。梁正户勒晕同事后不敢停留，掏出对方的配枪，马不停蹄地向着前方冲去。没过一会，他看到2名男性正在打猎，而2人的身后正有一杆猎枪瞄准他们的其中一个。他跑上前去，打算把男人扑倒，但刚才的枪声让男人误以为梁正户是敌人，便朝着梁正户开枪。当金汉全赶到案发现场时，梁正户已经牺牲了，而凶手的目标全商贩
虽然被射出的子弹击中，但情况稳定，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当天夜里，有人向电视台检举了拼图连环杀人案的细节，为保证公民的安全，电视台公开了拼图的内容。依照边缘分析，还有3名被害人。当然，这一切都是一罗做的。他认为凶手不断的杀人是有话想说，再加上梁正户也是那样的想法，所以他想利用拼图。果然，在新闻播报的第2天，第7张拼图再一次寄了过来，只不过凶手这次寄给了电视台。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随着拼图的公开，第7名被害人全伤犯也死了。被害人全伤犯明明是中枪，但是没生命危险，但后来却突然死亡。而凶手是如何再次下手的呢？正当众人百思不得其解时，案情迎来突破。尸检结果显示中毒而亡，警方推断凶手极有可能精通医学，并在注射药物中暗中下毒。一罗得知消息后，再次回到医院，在黄仁灿医生的办公室墙上一幅画的角落，发现了一个 H 字母与拼图上的字母完全一致。那么这样一来，黄医生就成为了首要嫌疑人。在黄医生办公桌上，一罗发现了他住所的门卡，他并未通知警方，而是独自前往黄医生家中。房间里的每幅画上都藏着 H 标记，这让一罗更加确信拼图出自黄医生之手。与此同时，有个人打电话到警局，询问为什么认定寄拼图的人一定会是凶手。然而还没等金汉全弄清怎么回事，那头就挂断了。没过多久，警方通过定位找到了使用过的电话亭，并在停靠不远处汽车的行车记录仪里锁定了打电话的人就是黄仁灿医生。金汉全将此线索共享给一罗，但一罗的直觉告诉他，黄医生并非主谋，他只是为真正的凶手作画。一罗回忆起第2块拼图是在与李胜珠医生会面后收到的，恰好也是胜珠通过他了解到警方调查进展的时期。真相逐渐清晰，他来到胜珠家，门没锁，第8块拼图赫然在内。一罗立即带着他去审讯室找黄医生。黄医生看到拼图后承认，那确实是他画的没错，但那是10多年前李胜珠拜托他画的，而且画也不是以拼图的形式。他们曾是同校同学，那些拼图都是受胜珠之托完成。正当众人疑云未散之际，警局突然接到报案，前国土局局长金议员失踪了。得知这个消息后，一罗担心金议员成为第8个受害者，于是跟金汉全再次提审了黄医生。黄医生坦白跟李胜珠一起工作，是因为2人从培训开始就是同期。一罗拿出了他在李胜珠的家找到了第8块拼图，想知道上面寓意着什么。然而黄医生看着画中的国王陷入了沉思，表示真的不知道其中的用意。不过黄医生突然想起来一人，不久前有位女警员曾来咨询心理问题，并说她与胜珠是同学，但因顾虑身份只好选择她来倾诉。为了探明真相，一罗找到了那位女警员。其实女警员对李胜珠的了解也不多，只知道她是一名失踪儿童，最讨厌去的地方是游乐场。根据这条线索，一罗来到了失踪儿童档案室，虽然没有查到关于李胜珠的信息，但输入梦幻游乐场却弹出了20年前一个名叫李雪的失踪儿童。在一位老警察的协助下，一罗终于查出胜珠原名李雪。原来胜珠在7岁那年与母亲在游乐场走失，20年前才改了名。而此时金汉全也从另一位老刑警口中得知，梁组长曾在新东亚市场的瑞珍食堂工作，而如今的独翼之城前身正是那个市场。他想要找食堂老板的电话，却得知老板20年前已死于火灾。故事的黑幕终于揭开，20年前新东亚市场面临拆迁，食堂老板也就是胜珠的母亲，为了等待失踪的女儿回来而不肯签字。当时负责拆迁的李美印和江志木久攻不下，引发开发商都润秀的不满，便恐吓江志木，如果1周内没搞定休想拿到尾款。最终江志木铤而走险，带人纵火逼迁，原计划只是吓唬，结果火势失控，胜珠母亲被砸死在烈焰中，而在他店里打工的梁正户成为了唯一的目击者。另一边，警方收到上级的指令，只能围观不能插手，可一个开发商的老总不可能只手遮天，这全都是身后武哲进的功劳。他先贿赂了派出所所长尹一罗的叔叔，然后承诺大力支持国土局局长当上市长或议员。就这样，案件移交到了检察厅，全商贩检察官也只是走了个过场。此外，为了掩盖此次事件，这些人还买通了一名记者，将李胜珠的母亲报道成了一个反对利民政策、煽动商户放火且死亡的恶人。梁组长作为当年现场警察，曾将死者遗物手帕交还胜珠，并告知其母已死。从那一刻起，复仇的种子悄然埋下。都润秀死亡现场，胜珠不慎遗落那条手帕，梁组长虽藏了起来，却曾试图劝他收手，毕竟人死不能复生，希望他好好的生活下去。 그만해라, 승주야. 늦었어요, 이미. 但显然杀母之仇不共戴天，最终就不了了之了。时间线回到现在，一罗回到家，突然他停住了脚步，因为在镜中再一次看到了那名凶手。没错，他就是心理咨询师李胜珠。一罗强装镇定询问下一个被害人是谁，没想到李胜珠让他跟着去一个地方，表示去了就知道了。没过一会，汽车开到了独翼之城，胜珠没有上楼，只告诉第8位被害人在5802室。可当一罗冲进房间，却没看到半个人影，反倒是找到了最后一张拼图。第8位象征着权力顶端的金议员坠楼身亡，金汉全跑到一罗面前，
一罗拿出了刚才的房间内找到的第9块拼图，此时的圣珠已经不见踪影，两人只好通过拼图试图寻找最后一位受害者。这块拼图一片漆黑，仿佛被火烧过。拼图的背景是游乐场，于是一罗决定去游乐场找寻线索，金汉权则去其他地方继续调查。当一罗赶到时，圣珠早已在此等候，他独自坐在旋转木马上，手中拿着安眠药的空瓶。这里是他走失的地方，是噩梦的起点。如果当年没有那场走失，母亲或许不会死，所以这最后一个该死之人正是他自己。金汉权姗姗来迟，想劝他接受法律制裁，然而复仇已完成的圣珠眼中早无牵挂。他从兜里掏出一个打火机， 왜 사람을 죽여서 사람 살 곳을 만들지? 就这样，他在旋转木马结束了他的一生。1年后，仁寺洞发生恶性连环杀人案，死者颈部被人割断，待其死后又重新缝合到了一起，死亡时间推测不超过2天。此外，从伤口上看不像专业人士所为。一罗侧写出凶手把被害人按照自己的喜好刻意打扮了一番，做成了标本，来向众人炫耀自己独特的作品。接着，一罗从盒子里掏出一块拼图。故事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支持与陪伴，下部电视剧再见。